特朗普确定要来中国了，但是中国完全就是冷处理，压根儿不给董王一点面子。很多人都在说啊，特朗普这次携带着刚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余威，手握着全球关税大棒，还带着一群对华强硬的鹰派内阁杀向北京，中国这次肯定压力山大，只能妥协退让了吧？错，大错特错。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特朗普确实想来上一遭王者降临，但实际上这一次访华是四面楚歌，困难重重。中国不仅把他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在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实际行动和冷冰冰的数据，直接告诉董王，你爱来不来。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人。特朗普这次访华最离谱的是什么呢？就是董王团队在安排行程和做提前准备时非常的憋屈，而且很焦虑。我们先来看一下时间线。白宫之前放出风来说，特朗普要在26年3月31日到4月2日访问中国。美方呢一开始算盘打得可响了，想着效仿近期来华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卡尼等西方领导人，除了北京怎么着也得去趟上海、深圳或者成都转转嘛，搞个多城巡回秀一秀。毕竟深圳是咱们的科技大本营啊，11月呢还要办 APEC 峰会。结果呢，中国给出的反馈非常直接，只能来北京。美方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日程紧凑，外加中东局势带来了安全担忧。但事实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方给特朗普的冷处理。回想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来，那可是国事访问加超高规格待遇啊，喝茶都安排在了故宫。这次没有红毯加戏，没有多程游览，中方明确表示安全和后勤必须做到完美，多去一个城市呢就是一场后勤噩梦，所以就在北京谈吧。为了这趟仅在北京的行程，美国派出了多达900人的先遣队，拉着好几架货机和重型装甲设备，在3月初就急火火地跑到北京进行对接。但这还不是最焦虑的，真正的焦虑在巴黎的谈判桌上。就在3月15日到3月16日，也就是特朗普访华前2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专门跑到了法国巴黎，去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一场被称为访华前最重要的双边会晤的闭门磋商。大家想一下，美国财长为什么不在华盛顿待着，非要跑到巴黎去见中方高层呢？因为他急得满头大汗呢。特朗普马上就要去北京了，但他手里根本没有一份能拿得出手的成绩单。贝森特在巴黎桌子上摆出的是什么呢？他迫切希望中国能买500架波音飞机，希望能大批采购美国大豆和玉米，甚至希望中国能在稀土出口管制上松松手。美方这么急着要业绩，恰恰暴露他们内部底气严重不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了桌面上，美方需要做好充分准备，营造适当的环境。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规矩我都已经定好了，清单呢也摆在那儿，你能不能拿到你想要的，得看你带来多少诚意，爱来不来。说到这里，咱们直接进入核心看点，特朗普手里究竟捏着什么牌？为什么中国敢直接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给怼回去？因为特朗普是个纯粹的商人，满脑子都是交易的艺术。为了这次访华呢，他玩了一个花招，在年初故意暂停了一项高达13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身边的人甚至放风说，这130亿的军售可以当成一个试探气球，只要中国在购买波音飞机和农产品上做出让步，台湾问题呢也可以作为筹码来做交易。我就问屏幕前的各位一句啊，你们觉得中国的主权是能来做生意的吗？当然不能啊。中国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直接把话挑明了，台湾问题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就好比一个流氓走到你家门口说，我今天不砸你们家玻璃了，你是不是得给我个大红包啊？中国的态度是滚蛋，不卖武器是你本身就该遵守的国际法，想拿这个跟我换贸易上的让步，门都没有。中国用实际行动告诉特朗普，别拿中国的主权当筹码，这是在买卖禁区，不容试探。
特朗普的这个试探气球直接就被中方的钢针给扎破了。还有一点，特朗普最喜欢舞动的是关税大棒，他原本想着带着高达 145% 的对华关税去北京谈判，结果呢，他的大本营后院起火了。就在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做出了一项历史性裁决，裁定特朗普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全球关税是违宪的。最高法院呢明确指出，征税权属于国会，总统在和平时期没有权利乱加关税。这一下，特朗普手里最粗的关税大棒直接被自家的法院给打折了。更要命的数据来了，大家听好了，这项裁决意味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现在面临着向多达30万家进口商退还1600亿美元的非法关税啊！1600亿啊，朋友们 ！CBP 的负责人布兰登·洛德直接就在法院上写了一份声明诉苦啊，说处理这些退款现有的系统根本就做不到，他们需要开发一个叫 CAPE 的新系统。如果靠着人工去算这些退款，要耗费整整400万个工时，这是什么概念？这是行政系统的大崩溃啊！虽然特朗普恼羞成怒，立刻在2月20日当天动用了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搞了一个为期150天的 10% 的全球权益关税，但这玩意儿最多只能维持这150天，而且最高只能加 15%， 如果要延期必须要经过国会批准。说白了，特朗普的底牌已经露得干干净净了。中国谈判代表看着面对这个背着1600亿退款债务，面临几千起诉讼，连自家法院都搞不定的老头，还需要退让吗？完全不需要。当特朗普在华盛顿手忙脚乱处理退款和法院判决的时候，中国的北京在干什么呢？在2026年的头3个月里，中国把美国的传统盟友挨个请到北京，并且给出了让人无法拒绝的经济诱惑。大家听听这些具体的数据啊！面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来访，中国直接把加拿大电动车的关税从 100% 降到了 6.1%。面对英国首相斯塔默，中国呢把苏格兰威士忌的关税直接砍掉了一半。中国给了爱尔兰等欧盟国家长达30天的免签待遇。这些数据带来了什么结果？当特朗普还在搞美国优先，动辄向盟友挥舞关税大棒时，西方领导人排着队来北京签大单。前3个月，在特朗普高关税的威胁下，中国1月和2月的出口额竟然同比逆势暴涨了 21.8%。中国用实际行动告诉特朗普，看看你的后院吧。所以中国的市场大门是完全敞开的，你想在全球经济上幽禁中国，孤立中国，美国还是先看看你自己的。说完经济，再看看中美博弈是如何在中东战场上产生致命联动的。就在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猛烈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花了超过1000亿啊，还在电视上吹嘘实力求和平，说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是董王万万没想到啊，他引爆中东，却让自己陷入了一个极其致命的死局。首先呢，是全球供应链的崩溃啊，伊朗直接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1/5的石油运输受阻，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飙升，油价直逼120美元一桶。但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中国再次打出了一张王炸，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大家要知道啊，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和供应链啊，美国的战争机器离不开中国的稀土。我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数据和场景。你们以为天上的 F-35 隐身战斗机是怎么飞起来的？一架 F-35 战斗机的发动机、雷达系统和瞄准系统需要消耗超过900磅的稀土材料，而美国发射那些精准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制导系统，里面最核心的永磁体和高科技微型组件统统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现在中东打成一锅粥，美国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导弹。美国和以色列的防空拦截导弹库存，比如铁穹和爱国者导弹库存已经见底，五角大楼急需兵工厂在24小时连轴来补充这些弹药。但是在战争开始前，中国已经掐断了稀土进口。中国最近还实施了新的出口标准，将许可证制度扩大到了所有含有中国原产稀土材料的海外产品中，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国军工企业面临断供危机啊！
美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组建起一条完整的稀土开采、分离和提炼产业链。中国用这一招卡住了美国战争机器的脖子，直接就向世界宣告，你们美国想在全球经济上建立小院高墙，幽禁中国，中国呢反手就是切断你的战争命脉。美国现在是两头不讨好，中东陷入战火需要弹药，但国内的兵工厂却因为缺少中国的稀土而面临产能瓶颈。这种情况下，贝森特跑到巴黎去求中国放松稀土管制，特朗普来北京，他敢掀桌子吗？他可掀不起桌子，董王只能采取接受中国摆布的结果。在特朗普被中东战火和国内法院搞得焦头烂额时候，中国在忙什么呢？中国呢，刚刚开完了两会，所有人都在全神贯注地推进十五五规划。中国的核心目标根本不是跟美国打嘴仗，而是科技自立自强。在十五五规划里，中国高层甚至都不怎么提芯片战争这种美国喜欢用的词儿了，而是直接上升到了数字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 AI 模型和人形机器人的系统性布局。中方的态度呢，极其冷静且宏大。我们知道中美博弈是长期的，如果你特朗普这次来愿意务实的达成一个暂时的休战，让我们双方呢都能买点时间，让中国去发展 AI 和高端制造，这很好。但如果你继续虚张声势，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改变经济体制，那对不起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自己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们的科技突破、产业升级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战略核心。所以啊，这下大家看透彻了吧？特朗普这次访华呢，表面上气势汹汹，实则底牌早就漏光了。国内有最高法院违宪裁决和1600亿美元的退款，国际上有中东战火无底洞和中国稀土管制双重绞索死死勒着它的军工供应链， F-35 和战斧导弹的生产线正眼巴巴地等着中国材料。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坚持台湾问题等核心利益绝对不动摇，通过冷静从容、居高临下的冷处理态度，把大国博弈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用一句最霸气的话总结，就是规矩我定，底线划清。你来我们端茶倒水按规矩谈，你不来我们也毫不介意，继续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你爱来不来。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次特朗普到北京是真能拿走他想要的波音飞机和农产品大单，还是只能灰溜溜的飞回华盛顿去处理海关那些堆积如山的退款账单和中东吃紧的导弹库存？欢迎在评论区打出你的预测，我们一起见证历史。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硬核解密了。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欢迎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